旅程不完整，宁愿只爱一人，也不愿一生为情所困。黄昏中的女人，是否该放弃为爱去等？情深若已变冷，一切只能空留余恨。到了何时我才能拥有一个知心的人？让我爱，让我疼，为我擦干多年的泪痕。寒风中只剩我一人，我的爱它渐起无声。不该问什么是缘分，注定没有爱情的根。寒风中只剩我一人，我的爱它渐去无声。不该守候一扇空门，没有爱情的根。芳玲，打包给你吃。谢谢，以后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在这里餐厅可以吃的。趁热吃啊。好，谢谢。芳玲啊，我想邀请你下个星期六到我家里吃顿饭。你家里庆祝会吗？不是，我想介绍你给我家人认识。啊，那会不会太唐突了一点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家人都很随和的。那我得买件礼物了。不要这么客气啊，吃顿饭而已嘛。只要你肯来，我一定很高兴的。芳玲，时间过得真快。离开新加坡已经有些日子了，我现在的生意很忙，一直抽不出时间来跟你们联络，请代我向平姨问候一下，顺便跟她说，我生活得很好，叫她别担心。是不是阿勇的信啊？信上写的什么？啊？他说他生活过得很好，叫你别担心了。就这么多啦？唉，这阿勇真是的，这么久才写一封信来，就写这几句啊。希望他如信上所说的，生活过得真的很好。话虽是这么说，但是没见到他的人，总是会担心的。给我看。哎呀，你看，又忘了写地址了。哎，阿勇这孩子真是的，越来越糊涂。我亏欠他的实在太多。妈，你每次都说你亏欠他，你到底亏欠他什么啊？哦，我没好好照顾他，现在还让他在外面流浪。哎呀，我不说这些。哎，对了，你不说去蒋家吃饭，就算这样啊？我只是去他们家吃顿便饭罢了。虽然是便饭，但是蒋家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上人家家去，穿得体面一点嘛。妈，你看你好像被我紧张似的。我不是紧张啊，虽然蒋太太我没见过，他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既然他能够掌管整个蒋家的事业，他一定不简单的。到了人家的家，
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啊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见过他的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一文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什么事？你最近有没有跟杨勇联络？没有，怎么了？我刚刚收到他的信，可是没有附上地址，我想给他回信，因为他的通讯地址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。奇怪的是，他说在越南做生意，信却是从香港寄来的。他到底在哪里做生意啊？据我所知呢，他到处跑动，做生意嘛，香港、越南两地跑也不奇怪的。也许他到了香港之后，才寄信给你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他到底在哪里做生意？为什么需要跑来跑去呢？好像是告诉我是批发越南海产到香港去。我相信他一定很忙，不然不会忘记留下地址。对，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我大哥，我大嫂，弟父，还有弟弟。这位是方丽小姐，是我的朋友。看你们好。方小姐，请坐啊。方小姐，如果没记错，我们好像见过面啊。是啊，我们的确见过面。当时蒋老太太举行60寿宴。对对对，我还记得你是个记者。二叔啊，你真是会选对象啊。慧珍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当记者不好吗？人家说啊，记者是无名皇帝，谁也惹不起呀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是称赞二叔的眼光好。方小姐呢，又年轻又漂亮，一定很能干。衣服虽然便宜，但很有品味，跟二叔啊，简直是天生一对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？以貌取人啊！别看方小姐外表斯斯文文、漂漂亮亮，一副大家闺秀，说话要婉转点，不要得罪人啊。哎呀，你提醒了我，我差点忘了，方小姐是个记者，哎，说话要婉转一点，要不然很容易就成为新闻人物了。不会的，我们当记者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有辨别新闻价值的能力，不是每样东西都值得报道的。一流记者说出来的话就是不同凡响。一文，你的眼光不错啊，以后我们蒋家可就热闹了。名记者就是名记者。写出的文章很精彩，不过我读来读去就感觉有点不妥，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这个读者所提的意见？读者有意见，证明了我的能力有待改进，我当然欢迎您的意见了。只要不是无理取闹或刻意重伤，我非常乐意接受您的意见。你写的几篇文章都很精彩，不过好像都是一些揭人隐私的问题。不知道方小姐对揭人隐私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？这个问题嘛，我们的看法跟立场也许不同。有些人觉得那是揭人隐私的东西，有些人觉得那伸张了社会公义。如果是为了揭人隐私而当记者，那是很不道德的。那您是为了社会公益了？哼，有前途。像方小姐这样富有社会公益的人，这个世界可就少有了。大哥，方小姐是客人，怎么你们好像在开辩论会啊？方小姐有口才，学识又丰富，我是向她请教呢。方小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。来，请喝茶。谢谢。哎，妈呢？怎么这个时候还没下来？这个时间她正在散步。方小姐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。不必客气。对不起，我上厕洗手间。爸妈、二叔、三叔、三嫂，
天赐，这是方玲，我的侄儿天赐。嗨，其实我们已经见过面了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怎么我没有印象呢？我看方小姐大概是误会了。我的记性一向很好，不会认错人的。妈回来了。妈，给你们介绍，我妈，她叫方玲。伯母你好。你好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阿贵，哎，开饭吧。啊，来吃饭。来，我自己来。方小姐，让佣人服侍你吧。吃饭吧。妈，吃饭。吃饭。来吃饭。谢谢。哎，你们继续吃吧。方小姐，你不介意我跟你边吃边谈吧？伯母你不必客气，叫方玲就行了。好，那我就叫你方玲了。我听一文说，你是做新闻记者这个行业的。是的。很不错，很有挑战性。谢谢伯母的夸奖。不过也很容易得罪人呐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如果你得罪的是普普通通没有知识的人，对你就没有什么影响的。万一你得罪的是不应该得罪的人，你怎么处理呢？我不明白伯母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得罪的是社会上有名誉、有地位的人，对你的前途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？我不知道这对我前途有没有影响，不过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社会责任的问题。这是当记者最起码的要求。很好，很好。妈，菜都凉了，吃饭吧。吃饭吧，来，给你一块肉啊，谢谢。方小姐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不敢当，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出来好了。听方小姐刚才那么说，我觉得你是个很有责任感的记者。不过，我读过一篇关于你写我们花昌生活的事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妥。有什么不妥？希望你让我知道。你说那场火患是人为的，你是不是亲眼看到？是的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人纵火？当时场面太混乱，我看不清楚。不过我敢肯定，是有人纵火的。这只是假设罢了，谁都可以这么说嘛。如果现在有人敢站出来承认的话，问题就很容易解决的。哎，方小姐指的这个人是谁呢？能不能让我们知道呢？那个人心知肚明，用不着我指出来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谈的太多了，方小姐，今天晚上我们是请你来吃顿便饭，这些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谢谢伯母，我想我身体不大舒服，我得先走了。要不要我送你看医生？不必，我回家休息就行了。谢谢伯母。他好像知道天赐跟这件事有关。奶奶，来救救我！我不想坐牢啊！放心，放心，奶奶不会让你去坐牢的。方玲，我送你去看医生。不用了，我没有事。那刚才你说不舒服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如果继续待下去的话，很可能跟你家人起冲突。你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吗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？你没有看到你家人好像老是针对着我吗？这只是你的感觉，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意思。你们这个意思我不知道。你说感觉，好，我说我感觉，我感觉你家人心里好像有鬼。别开玩笑了，哪有这回事？我像是开玩笑的吗？一提到你们花仓失火那件事，你们全家人都这么紧张。要不是心里有鬼，你们何必这么紧张呢？尤其是你的侄儿。他怎么了？看你，一提到他你就这么紧张。一文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刚才你说我侄子怎么了？我觉得他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怀疑他跟花仓失火杀害师姐事件有关。
事发当天是在叶世杰去那里见面的，事情怎么会这么巧？他们不在花山见面，花山就不会着火。我看你太敏感了，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巧合。当然你可以怀疑，不过这种怀疑不能证明什么。好，我不跟你争论这点。我在货仓里头见到几个戴面具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要戴面具呢？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怕别人认出他们的真面目。这跟我侄儿有什么关联？你不要忘记，这些神秘人是在你公司货仓出现的。我虽然不能肯定你侄儿是其中一个，可是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，对不对？方玲，你让我说下去。刚才我经过你侄儿房门口，他房内传出一阵音乐，跟我在货仓里听到的音乐一模一样。这种卡带什么人都可以买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如果这一点都可以怀疑的话，那所有拥有这卷卡带的人都值得怀疑了。当然，我不是傻到什么人都去怀疑。有一点我真的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你一直跟我争论你侄儿的事呢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跟你争论，我只关心我侄儿。我希望能够谅解我的苦衷。就因为他是你侄儿，你就处处维护他，而不管他是不是做了犯法的事。他有没有犯法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只是怀疑，那是不能成立的。方玲，去哪？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好像在浪费我自己的力气。算了，你们不处理，我自己处理。处理？怎么处理呢？我要去报警。别这么冲动。冲动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每次去看师姐的时候，她就像一个植物人，一动也不动，我就很难受。她没有理由承受这种折磨的。我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，要不然我会一辈子不安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把事情搞清楚才去。冷静？你以为我还不够冷静吗？我已经相当克制自己了，要不然在饭桌上我已经爆发出来了。你不要再劝我了，好不好？方玲，不用你送，我自己会走。哎，阿叔，你回来了。阿芬，你怎么说啊？他认出天赤。那他有没有说他去报警啊？你有没有阻止他？我没有办法阻止他。怎么没有办法？你是她男朋友嘛？为了天赤事，我跟他吵了一顿。他这个人倔强，不是我不要阻止他，而是我无法阻止他。哎呀，那天赤怎么办呢？天赤，哎，天赤呢？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见天赤啊？啊，阿星啊，你快出去找他啊！我去哪里找呢？你别急，急也没用的。哎呀，他一定是吓跑了。都怪那个方玲，如果你不带他回来，就没事了。进来。妈，这么晚找我有事啊？一文，我知道刚才你大嫂那么怪你，是她不对。不过，她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，才会说那些话。我明白的，我并没有怪她。你能这么想是最好。我们蒋家的人，无论谁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团结起来，共同的去面对它。对了，你跟方玲的感情怎么样？还算不错。既然不错，那你应该可以说服她。我了解方玲，她是一个不容易被说服的女孩子。我知道你很为难。不过，你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蒋家在社会上是有名望、有地位的，我们是不容许被打击的。换句话说，天赐不能坐牢，你明白吗？你们好好的说服方玲，叫她不要去报警。
杰，思杰，你知不知道我来看你啊？不管你听不听得到，我都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找到凶手了，他就是蒋天赐啊！我已经报警了，我相信警方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周先生，哎，王宁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谈思杰。为什么让他进来的？对不起啊，周先生，我刚才出去换药，我不知道这位小姐会闯进来啊。这位小姐，请你跟我出去吧。方林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是你家人叫你来的？那你要跟我谈什么？谈你侄儿的事，还是谈师姐的事？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？方林，有些事情很难跟你解释的。我希望能够谅解我的处境。谅解你的处境又怎么样？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你坦白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天赐是伤害师姐的凶手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你。为什么你要隐瞒真相？难道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你骂得对，我承认我是自私了一点。但是天赐是我的侄儿，如果我告发他，你叫我怎么面对我妈？怎么面对我大哥呢？就是因为天赐是姓蒋的，所以不管他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你都可以帮他掩盖、帮他掩饰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师姐啊？刚刚大学毕业，健康漂亮的，现在被你侄儿害成了植物人，你有没有为他和他家人想过呢？也许你觉得我说的话太过偏激，不过你侄儿真的无可救药，你知道吗？昨晚离开你家的时候，他竟然想开车来撞我，幸好我躲得快，要不然我也变成那个受害者了。有这样的事吗？你去问问你侄儿吧，这件事我不想再谈了。如果你们有蒋天赐的消息，请马上通知我们。不打扰了，谢谢你们的合作。好的，再见。慢走。妈，一心，你安排天赐躲起来了没有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吩咐天赐别乱跑，我会尽快安排他离开新加坡的。可怜的天赐，有家归不得，还整天躲在那种破破烂烂的鬼地方，他怎么受得了啊？现在啊，都搞到警察找上门来了，要是传出去啊，我们很快就见报了。妈，你不用担心的。二哥，你不是去找方玲了吗？为什么警察还会找上门来呢？还说是女朋友，一点面子也不给蒋家。大嫂，方玲有自己的原则。原则？我说二叔你呀，给那个方玲迷惑了头，总有一天要把蒋家全部人踩在脚底下。你也说他做人有原则了。天赐变成这个样子，你和大哥有责任啊，为什么要怪方玲呢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昨晚天赐要驾车撞死方玲。喂，你可不要乱说啊！天赐没有这么坏，一定是你们串通好来骗我们。信不信在意你？天赐一而再再而三伤害别人，你们不但不管教他，反而维护着他。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他。你们最好好好反省一下。这件事我不想再管。不理就不理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以为天赐别看你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你可以安静一点嘛。喂，天赐，老爸，你马上离开这里，去找老陈，他会安排你到外地去的。等事情平定之后才回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不是，是蒋家的新闻啊！谁呀？哦，蒋天赐哦。哦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哎，芳玲，你看蒋家的新闻啊，而且是头条哦，都。唉，蒋家真是风云迭起，一波不平啊，一波又起啦。芳玲，你跟我进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坐。我有一件特别的任务呢，想派你去做。什么任务啊？坐。蒋天赐的事你知道吗？刚刚知道。听说你跟蒋家二少爷很不错的，对不对？请你不要把私事跟公事扯在一起。芳玲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和蒋家的人那么熟悉的话呢，由你去采访蒋天赐那是最好的了，或许可以从中挖到一些内幕的消息。芳玲啊，希望你跟我们挖这几条有价值的新闻啊！拜托。这件事全靠你了。是老编。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，到底谁干的？你有没有看清楚啊？是啊，有没有看清楚啊？爸，我不知道，我根本没有看过那些人的。天啊，我们蒋家到底造了什么孽？要天赐来承受这个惩罚，太不公平了！天赐啊，你真可怜啊，伤成这样，肯定会破相的。破相，我不要破相啊！破相了，没事的哈，我们会把凶手给找出来，让他绳之于法。好了，你有完没完的？你这样吵闹，根本解决不了事情啊！你干什么？孩子给人打成这样，你一点也不心痛吗？你吵什么？在家里吵，在医院里也吵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是来看我朋友的。小姐，你真的不能进去。我就去看看。小姐，真的不可以进去。芳玲，一文，怎么是你啊？是啊，我一接到消息是马上赶来的，能让我进去一下吗？她是我女朋友，能不能让她进去啊？现在让她进去无所谓，可是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负责。你放心好，不会有事的，一切由我负责。好吧，可别待太久。谢谢。谢谢。进去吧。你还来干什么？大嫂，他是来看天赐的。你不要讲好心了，天赐会这样子，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是你去报警，他也不需要躲躲藏藏，让人打成这样。我没有想到他会被人家打的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他做了像，你最好跟他小心点。丽明，别忘了这里是医院。方小姐，请问你今天来是采访新闻的，还是来探访我的孙儿？如果你是来采访新闻的，对不起，这里是私人病房，我有权利把你赶出去。妈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，我们蒋家最讨厌的是新闻记者，尤其像你这样的记者，蒋家更是不欢迎。从今天开始，请你不要骚扰我们蒋家任何成员。不要这样。对不起。芳玲，一文，给我回来！小姐，你不能进去的。小姐，董事长，这位小姐硬要闯进来，我没有办法阻止她。你先出去。哦。小姐，有什么话快说，我时间宝贵。我问你，蒋天赐的事情是不是跟你有关？小姐，你今天是来追踪新闻的，还是替蒋家查明真相的？周永清，你承认了吗？哼，我有这么说过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蒋天赐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，你满意了吧？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，我知道是你做的。你有证据吗？那天我在探望师姐，你听到我跟师姐说的那番话，于是你就动用私刑，你还想不承认吗？动用私刑？哼！我为什么动用私刑？像蒋天赐这种人，不知道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。现在不用我动手，已经有人教训他了。周先生，你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。别人不知道你的为人，我还会不知道吗？小姐，我警告你，讲话小心一点，别乱说话。我周永清可是社会名流，如果要对付蒋天赐这种人，我采取正当的途径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周某用不着。
不错，不认识你的人都当你是大慈善家、社会名流。不过我是知道你有今天是怎么来的，而晴姐又是怎么死的。你最擅长的就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？人性？你懂得什么是人性吗？像蒋天赐的人这样就有人性吗？我女儿本来是天真活泼的少女，现在却躺在医院，这就是拜蒋天赐所赐的。小姐，如果你替蒋天赐打抱不平的话，你经过揭发好了，我奉陪。守约，我的办公室来一个不速之客，把他带走。不必了，我自己会走。方小姐，向晚太有事想找你，请上车吧。好吧。方小姐，伯母，请坐。谢谢。小姐，请问你要喝什么？橙汁。方小姐，我们聊聊好了。请问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？首先，我要向你道歉。道歉？那天我在医院的态度对你很不好，请你不要怪我。不过，我也是爱孙心切。不会，我当记者这一行，时常都会遇到这种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其实你不必向我道歉的，我很明白你的心情。你是个好女孩，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。一文能够认识你是她的福气，我也很替她高兴。伯母，其实我很平凡的，不值得你夸奖。方小姐，你很谦虚，说话也很得体，这是你的美德。就这一点上，有很多女孩子都比不上你。不过，有一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一文从小到大都受到我们家里人的宠爱，在生活中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锻炼，所以性格也很内向。当然，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。方小姐，我希望你以后经常的鼓励他，他会听你的。伯母，谢谢。方小姐，这条钻石项链是我们蒋家的家传之宝，我一直给一文留着，是要给我未来的媳妇戴。伯母，方小姐，最近我们家出了一些麻烦，一文的侄儿很不长进，惹祸上身。我希望你能跟我们一块解决这件事，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个难关。我是很想帮他，可是每当我想起自己的时候，我就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良知。我希望你能体谅我，我不是针对任何人，我只是过不了我自己那一关。我明白，可是既然悲剧已经发生了，也不能挽回，又何必多让一个人受害呢？天赐他已经够惨的了。方小姐，只要你放弃出庭作证，我们一家人都会感激你的。对不起，这件事已经交给警方处理，我无能为力。谢谢你的好意。请坐。谢谢。方小姐，今天请你来是希望你能提供多一点线索，这对周世杰的案件可能会有所帮助。好的。案发当天，那几个年轻人有没有除下面具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看到他们真正的面目？没有。那当场他们有没有开口说话？没有。在案发当天，在货上里出现那些神秘人当中，你能确定有没有蒋天赐这个人？我虽然不能确定，可是当天是他约周世杰去画上见面的。
而货仓是蒋家属下世纪集团的。如果不是天赐的安排，那些神秘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货仓里呢？你分析的倒很有道理，不过这不是本案的重点。现在我们唯一要证明的就是那些神秘人当中有没有蒋天赐这个人。如果能证明他的身份，那就好办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证明。既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的身份，这就是一种假设。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送上法庭的。他来了，来！请问你对火烧货仓这件案件警方的调查结果什么看法呢？何者先让获得无罪释放，就证明他是无辜、是清白的，他是被人陷害的。蒋先生对立功者被殴打事件有什么看法吗？蒋先生，您的看法吗？你会采取什么法律行动？我已经将这件事情交给警方处理，我相信警方官就抓到凶手了。告诉我们，蒋先生。我本来以为你跟蒋家很有缘分，其实我看错了，你跟蒋家的关系到此为止。对不起，方玲。语文，上课。皮衣，以为是你啊？方玲在家吗？不在啊。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不清楚。你要不要坐下来等他？不过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的。不用了。谢谢你，打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去见见他啦。妈，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的。总之，不想见他。你这样躲也不是办法吗？你躲得了一时，你躲得了一世吗？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告诉妈妈啊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的，我只是觉得我们的性格跟想法太不一样了。性格这东西嘛，相处久了就会好的嘛。没有这么简单的。他在家里处处受到他妈妈跟他家人的压力。自从他侄儿出了事之后，我们在一起越来越不开心了，甚至还吵过架。妈，我想通了，与其将来这么不开心，这么麻烦，倒不如现在就结束好了。难道你一点都不珍惜这段感情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有时候跟他在一起很开心，有时候却很烦。一文这孩子不错的，现在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男孩子了。我没有说他不好，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我冷静冷静。你冷静想想也好。不过我感觉得出，一文对你是真心的。外面还下这么大雨，他在上面等着，要不要把他叫上来？即使我想跟他继续下去，也让你更要说个清楚嘛。你难道要等到天亮？少年，一文，你回去吧，我
我们之间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你走吧。方玲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如果我做错什么，我向你道歉。你是为了侄儿，为了蒋家，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呢？这件事已经成为过去了，我不希望它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真的以为它已经成为过去了吗？是，警方已经释放了天赐。他被释放，并不代表他是清白的。还有你这家人。方玲，我已经决定不管这件事了。难道你能不理会你家人对我的态度吗？方玲，相信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。还有你妈妈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在一起，她会有什么反应？她是我妈妈，我一定要听她的话，尊敬她的。但是她不应该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。方玲，我什么都可以牺牲的，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方玲，求求你。这样子的话，很早晚了。谢谢。谢谢。请问你们是2位吗？是2位，我们要个厢房。哦，对不起，厢房已经满了。满了。我们到别墅吃吧。呀。二叔，慧珍是你啊？原来你在这啊！阿德找了你一整天啦。真巧啊！在等谁呢？没有，我们要吃饭，但是厢房满。既然来了，不如大家一起吃吧。好啊，你喜欢吃什么？你们看看，我带了谁来啦？啊！二哥，你去了哪里？我找了你整天了。领班，多2张椅子。1张就够了。妈。今天是我们蒋家为天赐庆祝，外人没有必要留在这里。妈，是我约了方玲。一文，不用说了，蒋老太说的对，你们一家人吃饭，我是不应该在这里的。方玲，二哥。一文，坐下来吃饭。二哥。方玲，听我说话。你还是回去跟你家人吃饭吧。方玲，方玲。哭不尽多情梦，遗忘了伤心痛。只有你最懂，情不了痴情也不在乎故正面，我的千辛万苦都藏在心中。我爱上你。